比三星的 S24 Ultra 还要大。别管它有没有用，但它有这个功能。屏幕的分辨率我在网上没有查到，我自己等我拍个照回家数一下。如果你想买一台4个轮子电车，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台。大众的 ID.3 聪明款已经上市了，新的 ID.3 到底聪明在哪里？自主品牌都不敢说自己聪明，你一个合资品牌就把车做聪明了。今天我们就找一台车来试一下。ID.3 的车身尺寸放在2024年的电车里面是非常紧凑的，长度不到4.3米，宽度不到1.8米。那这个到底好不好呢？如果你像我一样住在上海的市区，平时一个人开车通勤为主，那这个尺寸是绝对的加分项。而且有个冷知识 ，ID.3 的轴距其实和它的大哥 ID.4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276。4.3米不到的车有这么长的轴距，它是非常极端的方盒子4个轮子带4个脚的类型，带来的好处就是它的乘坐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。具体里面怎么样，我们等会再说。老的 ID.3 有不少人改装发光3件套，就是这2个条和当中这个 logo， 官方sauce1000多块钱，或者你本来就是高配，你换一个发光的标也要600块钱。那现在聪明款的高配整个车头都是可以发光的，就省了一笔改装费用，晚上的颜值拉满。这台车选配了20寸的澎湃致风轮毂，它除了会给你这个轮毂以外，它还会给你20寸的自修复的轮胎。这台车配的是韩泰的 S1 Evo 3 K127，这个胎和米其林的 PS5 是同一个级别的，是一个定位非常高的轮胎，你可以在非常多运动属性的车上看到这个轮胎。当然，这台车上的 K127是一个 EV 的版本，而且搭载了自修复的技术。以前如果你在上班路上扎胎了，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去补胎，那你就迟到了。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去上班，那你的轮胎可能就废了，还不如迟到。但现在如果你用了这种带自修复技术的轮胎，它的轮胎里面是有胶的，你压一个可能直径5毫米以内的钉子，它都是可以自修复的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开去上班，轮胎也不会坏。等你哪天想起来要处理轮子上的钉子，你只要找个钳子把它拔掉就可以了。你还可以在网上和别人凡尔赛，哎呀，今天轮胎上又发现一个钉子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压的，今年已经第5次了，不用补胎好不习惯。这个轮胎在淘宝上单条的售价要超过1300块钱，然后现在你只要花2000块钱，你就可以选配这个20寸的轮毂和4条自修复的轮胎，我觉得这个选配还是非常值的。门把手是机械的，可以避免很多争吵，电池你想放在哪就放在哪，不用担心断电拉不开车门。这个车上车之后，你只要踩一脚刹车，它就会自己上电。平时上车的时候，你只要踩刹车挂档，这个车就可以走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追求仪式感，你也可以上车先不踩刹车，按下这里的发动机启动停止按钮，它也可以上电。这个时候你再踩刹车挂档，一样可以走。这是一个顶配车型，它的内饰没有硬往豪华上面靠，但是它做的非常好用，而且配置非常到位。老的 ID.3 全系都是没有座椅通风的，但是现在新的 ID.3 顶配车型它就会有座椅通风，同时它有座椅加热，2个功能还可以同时打开，而且 ID.3 一直是有方向盘加热的，就这种舒适性的配置已经拉满了。这里可以放2瓶900毫升的东方树叶，如果这里不够放，你还可以放在这里。如果这里不够你放，你还可以放在这里，差不多能放4瓶吧。现在的很多电车都是没有手套箱的，但是 ID.3 有，而且这里同样可以放2瓶东方树叶。哎，高级。车顶这一块区域是全触控的，跟我最近开的几个车一样。然后这里的灯长按可以控制亮度，只要你手一松，它就可以停在刚才那个亮度。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的视频，也没有看过说明书的话，你大概率是不知道这个功能的。这台车还有实体的遮阳帘，这个在现在的电车里面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配置，非常的高级。前排的扶手可以停在你想要的任何一个角度，非常的高级。现在的高配车型新增了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，这个是支持15瓦的充电。然后在这里有2个 USB-C 的接口，支持45瓦的充电。在后排同样有2个 USB-C。那现在呢，在这个反光镜这里，也有一个 USB-C， 你可以用这个 USB-C 给你的手机充电。非常的高级，这个车机的这个亮度调节非常有意思，它不仅在调节这一块屏的亮度，它还能调这块屏的亮度，这个 P 档指示灯的亮度，这个方向盘指示灯的亮度，这个灯光指示灯的亮度，这个窗户指示灯的亮度，甚至还有阅读灯的亮度。方向盘的按键是触控的，你手只是放在上面它是没有反应的，你需要稍微用点力，然后它会给你一个震动的反馈。老实说手感不是很高级，但实用没有问题。前面的挡风玻璃很大，而且它旁边还有小三角窗，视野还不错，而且车头很短，这个车也不宽，开着就没有什么压力。雨刮呢是内开的，它刮的面积会比普通车更大，成本也更高。ID.3 作为一台个人通勤小车，它是有后排的，而且它后排空间，尤其是头部空间，比我坐过的大部分上海的网约车还要来得更大。你真的可以开这个车带你的朋友出去玩，如果你有的话。而且它的地上可以放一整套拍摄设备，非常适合粉丝数量5、6万的脚步汽车博主日常工作使用。然后重头戏是这次的车机，首先屏幕从10寸升级到了12.9寸，屏幕的分辨率我在网上没有查到，我自己等我拍个照回家数一下。这个我每10个像素这么去数，最后数到这里是数了1000整个像素，然后正好是当中过去1点点，后面我真的不想数了。所以这里差不多就是1920个像素，而且我还连过，这里和这里比差不多就是16:9，所以这应该是一块1080的屏。车机芯片用了三星 Exynos Auto V7 1.5G 8核 A76 CPU， 11核 G76 GPU， 具体性能相当于什么？屏幕前有懂行的朋友可以说一下。内存是16G 的，存储空间有128G， 这个内存比三星的 S24 Ultra 还要大。那具体体验怎么样？我们先连个 CarPlay 看一下。首先这个屏幕显示 CarPlay 还是挺爽的，而且它支持百度的 CarLife， 还有华为的 HiCar。那这些只是基操，这次最主要的升级还是大众自己的 iOS， 它的滑动并不是极致丝滑的那种，但是它整体的操作非常流畅，并且操作反应很快，比以前大众 ID 的车机要好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 app， 这里有个哔哩哔哩，你可以在这里搜索顺成阳，然后打开视频，它可以播放720的视频，而且还可以点赞和收藏，但是它不能投币。如果你开 ID.3 的话，你账号的硬币就是会比别人要更多一点。这个车机还提供了2款 SNK 的游戏，你只要拿出这种通用的手柄，然后把接收器插在这里的 USB-C 上。是我昨天刚通关那个合金弹头1，还有2和 X， 那我们想今天在这里又玩合金弹头3，而且这个操作还是比街机的这个摇杆要好很多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，而且它的体验还挺好的。街机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卡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玩游戏？这个车的音响还是挺好的，虽然它没有牌子，而且只有7个喇叭，但是它的效果一定是远超保时捷718、911原配的水平，对我来说完全够用了。声音我就不录了，我也没有很好的录音的设备，有兴趣的建议去店里听一下吧。试一下这个新的科大讯飞加持的语音功能。你好，大众，请说。空调调到22度，打开座椅通风。好的，已全部完成。它支持你在一句话里面有2个指令输入，而且它的语音识别非常准。那如果你想要连续输入多条指令，它支持连续对话，它也支持免唤醒词。你好，大众，请说。打开座椅加热，氛围灯调成红色，播放周杰伦的音乐，导航到9仙桥路10号，空调调到26度，关闭遮阳帘。好的。如果你这么去操作，它可以完整的执行你所有的指令。然后这个车现在还可以录自己的语音包，它有一个声音克隆的功能。我们需要用手机打开大众自己家的 app 来录一个声音，像阳光一样的人，像阳光一样的事。输入名称顺成阳，然后换个头像。他说剩余35分钟，我们等会儿再来看。它还有捏脸的功能，它可以给自己拍照片，它可以根据照片自动生成我的形象。这个像我吗？以后这个就是我的样子，这个就是我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声音弄好了没有？已完成18%。那我们等会儿拍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哎，好了。你好，上汽大众，我是你的上汽大众声音克隆发言人。你好，杨。你好，大众。在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上海市浦东湿气晴，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，空气质量优，今天是属实。气象台发布高温预警，请注意天气变化，提前防范。还行，你别管它有没有用，但它有这个功能，而且语音识别特别准。
这个车日常 D 档配合这个舒适模式，动力已经有点小暴躁，就感觉这个车还是挺喜欢窜的，所以我一般喜欢把它开到经济模式，这样能够开得比较放松，更加心平气和一点。我平时也不用开很快。但如果你喜欢暴躁，这个车还有运动模式，那这个时候它的动能回收会增强，而且这个动力响应很快，你真的开不出它是一个170马力的车。ID.3 的电门是有 K 档按钮的，这种 K 档以前在油车上一般是扮演长治降档的那种角色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在电车上有什么用。今天我终于知道了，经济模式，当你油门踩到底，但不碰到 K 档的时候，它是不能输出100%动力的。但这个时候你只要把电门踩到 K 档，你会觉得这个动力又上去了一个档次，这个时候它的动力才能100%的输出，像是让你经济模式要紧急情况超车的时候给你一个有力的保障。这个车的动能回收做的很有意思，还挺好的。如果前面没有车的时候我在 D 档，然后不论是在经济模式还是舒适模式，我把油门松掉，它是完全没有动能回收的，这个车可以滑得很远。这种其实是省电的，因为这种不需要刹车的地方，如果你松油门，动能回收介入了，那动能回收本身它是有能量损失的。反而如果没有动能回收，它就没有动力上的能量损失，你不需要减速的时候，它会更省电。但如果这个时候你前面有台车，你突然把油门松掉，这里动能回收就有绿条，它会帮你一点点减速，因为当你前面有车的时候，你本来就要减速去控制车距，那这时候它自动帮你动能回收来减速就很聪明，甚至你会觉得这个有点像主动的车距保持一样。包括你踩刹车，这个车也是会有动能回收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哎呀，我在 D 档这个车看上去没有动能回收，平时开会不会很费电？其实不会，它该有的动能回收在 D 档都有，甚至如果路况比较好的话，这个 D 档会比高动能回收的模式更加省电，建议其他品牌也学习一下。然后它还有一个 B 档，就是一个强动能回收的档位，你可以认为它是大众的单踏板模式。一些老的 ID 车主可能会觉得在 B 档下开车更安心，主要是电耗方面。那如果你城市里开，你也习惯这个 B 档的话，它还是挺好的。而且 ID.3 的这个刹车踏板在 D 档下它形成稍微有点长，稍微有点软，在 B 档这个刹车反而就刚刚好。底盘方面 ，ID.3 懂得都懂，前麦弗逊后多连杆，后驱前后50比50的配重。那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车？这个车方向盘的圈数偏多，但不代表这个车开起来不灵活，因为这个车的轮子能转得非常多，而且这个车的转向半径非常非常小，只有4米7，平时各种掉头都游刃有余，甚至翻盘都不用打了。那实际开起来这台车也相当可以，底盘舒适中就带一点紧致，而且这个20寸的轮毂并没有过多的沉底路感，因为它这个胎壁还是挺厚的。总的来说开起来就会比较有好感，而且坐得也舒服。如果你对行驶品质有要求，那 ID.3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个导航也可以知道你开在哪个车道，你看现在的路面。那你看我现在换一根车道，你看它自己会慢慢的移到左边这根车道，哎，我现在变到右边去。它知道我在哪一根道上，而且这一台车它选配了 AR 的 HUD， 它会在车头前1米左右显示车速、电量等状态信息，然后在你车头前4米左右显示导航的信息。但这个东西我在开车的时候用运动相机不太拍得清楚，所以可能不能给大家展示跑起来的样子。然后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自带的音乐的标签，虽然这个车机里面是有网易云音乐，我平时用网易云音乐用的比较多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在这里显示，这里只能用它默认的酷我的音乐或者就是CarPlay的音乐。所以我平时开这个车我还是会连一下CarPlay 就是专门用来听音乐的，可以在这里显示一个标签，然后导航就用车机自带的导航。它还有 RPA 遥控泊车功能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用手机来遥控泊车。ID.3 电池通过了超过6倍国标338项电池安全检测，有360度无死角电池装甲。我们看一下宁德时代是怎么说的。我们通过和上汽大众的合作呢，其实呢对我们也有些帮助，它也帮助我们完善我们的企业标准。我们当电池快到寿命终点的时候呢，大众还要求我们去做一系列的安全评估。就这个电池你可能已经用了10年、15年，那怎么办？它需要你去做过充、挤压、热箱、短路一系列的实验，覆盖了你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，真正考虑到了这个电池的安全性是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。我相信很多人以前买 ID.3 是冲着它的驾驶体验、冲着它合资车、冲着它灵活小巧、冲着它质量去买的。那现在 ID.3 升级了车机，还加入了座椅通风，价格还降到了11万多。欧洲 ID.3 要4万欧起步，我恨不得把上汽大众 ID.3 倒卖到德国去。那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就点赞关注一下，顺便下单一台 ID.3。我们下期再见。